蛋总，我是个恋爱脑，哎，今年不小了，只谈过2段恋爱。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我特别喜欢他，有点一见钟情，特别上头，每天都想见到他。但是认识了一段时间，发现他虽然对我很好很亲密，却从不聊我们的关系。我就问了，他明确表示了很喜欢我，但是暂时不想找女朋友。他还在接触别的女生，也不介意我交往别的男生。这一下给我说懵了，因为跟他在一起实在太开心了。而我作为纯爱战士，喜欢他就没法喜欢上别人。我老觉得万一他喜欢我呢，会不会改变呢？幻觉呀，又来了，赶紧下一个吧啊！这就赶紧跑吧啊！这都属于简答题，你这种题在我们小卖部都属于简答题啊，这种题都不用给你分析，简答题，冒号分完事儿了。刷到蛋说有相亲群是真的吗？在哪刷到的？没有。蛋哥，读读我，救救我！小县城，身边27、28岁的女生都在结婚、怀孕、带娃的路上，我依然一个人，有时候怀疑自己，但是又觉得我应该，或许 maybe 没问题。啥呀？啥意思？就是一定能找到是吗？那你找呗。我的第一段是很刻骨铭心的初恋，他是张凌赫和赵又廷的结合体。你把照片发来。口说无凭，你把照片给我发来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你再说一遍。他谁？让我迷恋了4年，大4到工作，后面见了家长，他爸不喜，我爸不喜欢。他知道后期我发现他不想着讨我爸欢心，反而是各种逃避去我家的家庭聚会，约我去他家玩。我忍痛提分了，我身边的人都劝我的理由是4年啊，那么帅那么高。但是我一想，我一辈子7、8、10年，还差这4年，我连你都能拿下，我还拿不下更帅的，哈哈哈！确实后面就没再跟有帅哥情缘了，就没再找过帅哥了。第二段呢，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已婚女性朋友介绍的一个口碑很好的男生。咱们这个标点符号啊，姐们儿别这么喘气行吗？别这么断句行吗？接触了见了家长才知道他家负债很多，我就有点不高兴他们的隐瞒。他还对我那个介绍人很讨好，我俩有一丁点的摩擦，他都会和介绍人说，然后那个介绍人就会指责我，反正搞得我像个第三者。鉴于我不想影响他们母子关系，我提了分，因为他口味很好。介绍人共同朋友就各种说我现实，知道负债了就分了。我也懒得解释，这时候不应该现实点吗？这就现实了，那还是现实点吧啊！我虽然劝你们，平时会劝你们浪漫一点，如果这种情况的话，还是可以现实一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后面我就一个人看电影、吃火锅、住院，最后我出院后，在我身边以朋友身份很多年的男生跟我告白了，我考虑了1个月，答应了他，让我很安心也很快乐。但是后面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又有点抗拒了。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他对我好，让我不再孤单而快乐，还是我喜欢他，就要这样按剧本结婚了吗？我提出了我想闭关一段时间，我也不知道我闭关之后会不会继续这段感情，所以我说你可以和你爸你妈他们说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也会和家里这样说。我爸妈、家里朋友都在劝，因为他确实没有被发现任何问题，除了我喜欢男生的类型不咋沾边，新鲜感过了我不知道会咋样。我家里不同意分，但也尊重我的决定，他也同意了。1个月后，他给我发信息说他亲戚那边的一个女生相中了他，家里让他去见面。我说你是自由的，去吧，我现在还给不了你回答，更给不了你婚姻。完了呢？没了，行，挺好，行，好，继续，保持这个节奏。继续这么火热的生活下去。但我和我男朋友好了4年多了，以前一直是异地恋，我家里也不同意我俩，觉得他的外在条件都不好。今年4月份，我瞒着家里偷偷的去了他的城市去生活，我们距离也就80多公里，也不远。但是家里知道我去他那边，在男方家吃住，我家就各种骂我，各种难听。今年10月发现怀孕了，我男朋友就去我家提亲，今年结婚，但是他来了我家，我妈就把他和他妈妈给打了一顿，然后我妈跟他家要50万的彩礼，医药费呢？这位母亲把他和他妈妈给打了一顿，这事就过去了。然后我妈跟他家要50万的彩礼，手受伤了吗？阿姨是手受伤了是吗？这么丝滑吗？把人打了一顿，然后跟人要50万彩礼，手受伤了？说其中20万是彩礼，30万是买房的钱，因为男方家里是市里的自建房。我妈担心我俩没有自己的空间，她家里就觉得50万太多了，拿不出来。我爸妈就坚决不同意，说我们不合适，拉着我去医院把娃娃打掉。我男朋友的态度是缓缓，他挣2年钱，争取买个房子。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该坚持自己喜欢的，还是和他分开以后找一个爸妈觉得不错的人。我们2个相差5岁，我爸妈听老人说我俩属相不合，然后他长得也不咋样，家庭条件还一般，就看不上他，现在逼着我和他分。
但是我和男朋友都不愿意分开，我现在可迷茫了。家里所有人的人都说他配不上我，说他不好，换了一个，这不是那个刚那个。反复跟大家强调，注意安全。咱们行走江湖，安全第一，好不好？就读无语了啊，读无语了，真是愁容满面了。这咋整？真的给我读愁容满面了。这双方都有点是吧？给他和他妈打了一顿，然后要50万彩礼。你妈妈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对方掏得出这50万，就能结婚。是吧？我如果没有分析错的话，然后呢，他家没拿出来50万，你爸妈就说，哎，这婚就不能结了，然后孩子也得打掉，真的是不知道该咋评价。然后呢，然后你男朋友说还2年，还2年，挣2年钱，争取买个房子。不是你跟你爸妈商量一下，就是这个50万啊，是所有人都50万呢，还是针对这个就这个男朋友必须50万，其他人就是关键你爸妈吧，他如果是为了你好吧，关键是拿钱去，咱就是说。就这个门槛是，哎呦，给我整不会了呀！啊，就是说你们全家啊，你男朋友、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、对方的爸爸妈妈，就是都，哎，我一时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。你们这几位，真的，就是你爸你不是，咱们这分，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，就分开好几件事说，你就说这个男的配不上你吧，这不好那不好。如果你爸你妈的这个。配得上的原则是能把你怎么说不那么难听呢？嫁到一个条件特别好的家，如果是这种诉求的话，那你以后的日子还是会不是很开心啊。倒也不是说你跟这个男的就一定哎呀，这漏洞百出的呀，不知道该说谁了我都。哎，完了你这个男朋友，这孩子说就啊，然后就接受了，然后说挣2年钱，争取买个房子，最后就变成这样了。不大好理解呀，真是不大好理解呀，不是很好理解呀。欢迎大家啊，点点关注吧。我被这个漏洞百出给漏洞住了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啥，要素太多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能梳理清楚吗？我这一时不知道该说谁，我真是把我卡住了，真的是把我卡住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别的故事。我要从情爱的泥潭里出来一会儿，情爱里无智者呀，我要出来一会儿。我的智商去哪了？智商快回来，回到我的身体里。蛋总，现在我18岁，强迫症在家。以前症状轻的时候学习影响不严重，现在症状严重，实在影响学习，想退学。可能因为以前学习挺好的，家里人对我期望很高，所以家里人不同意，非要供我上大学。我要怎么说服家人？幸福在哪里啊？我能不能到一个有幸福的地方待一会儿啊？这都是什么人呀？妖怪啊！怎么全是妖怪啊？怎么到处都是妖怪啊？这题还是能回答的。小朋友，第一，求助医生，让医生尽量找能跟你站在一起的医生，让医生站在你的角度，跟你爸妈去沟通。退学还有一种东西叫休学啊，还有转学，是吧？很多种方法。第一，找一个站在你一边的医生；第二，这个休学、退学这些事你就再想想啊，不一定非得退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实在不行不念就。第三，我相信呢，你有这个强迫症，你有这方面的精神上的不舒服，你肯定在网上能查到相关的案例、病例，还有一些悲剧，找一找，小朋友，你找一找。我相信有大量这样的案例，我相信，我就见过大量这样的案例，本来能救的、能治好的，本来能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的，就是因为父母糊涂，觉得学习大过天，觉得学习比一个人健康成长意义还大，把一个孩子逼上绝路的小朋友，你去找这些东西给你爸妈看看，让他们清醒一点。太多这样的东西了。其实这个你找到了跟你站在一边的医生呢，这些就都迎刃而解了。那医生见过的太多了，让医生劝劝你爸妈。你爸妈如果愿意听我唠叨2句的话，你也可以把我这一段发给他们看看。爸爸妈妈，我叫李诞，今年35岁，是一个开小卖部的。我呢有很多朋友，有这个做学校的、做教育的、心理教师、心理治疗、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的啊，也都是专家。华师大的、复旦的，我报学校名不是为了啥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是怕你们不相信，我突然冒出这么个人在这劝你，你可能觉得我说话没有公信力，所以我就报几个。悲剧太多了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确诊有这个强迫症什么的，他自己已经明确的表示学不了了，休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悲剧太多了，你不会想知道那些悲剧是什么的，你不会想见到，没有后悔药，这个世界上学习好有啥用啊？你就逼着他学习好，考上大学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他最后不健康不快乐，轻则就是恨你们，重则就是彻底离开你们，你受得了吗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想清楚这个问题啊！听我一句劝，养大就已经足够好了，健康长大
就可以了啊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孩子错过1年2年的能咋的呀？啊，别逼他，放过他，真的放过他。你都去看这孩子平时以前学习也挺好是吧？那就说明这个智商啊什么都没问题。你好好养好病，将来能行。你现在逼他，那就是走上绝路。求求你们了啊！把一个人养大，最重要的不是养大吗？说我要把这个人让他长大成人，那最重要的不是让他长大成人吗？他中途消失了，你们又该如何是好呢？别整了，悲剧太多了，别整，真的别整，太吓人了。你们没事去看看，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。奶帽的那个组合的链接做好了，大家可以买了。小奶帽、牛翠翠，给他们谈一下牛翠翠。好多人在问牛翠翠，悲剧太多了，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。我好死不死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，来不及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爸爸妈妈们也别说什么现在的小孩就脆弱什么的啊，别说那些话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压力确实太大了，太离谱。感谢大家，哎呀。今天这个信我看开头我都不敢往下读，失去读信勇气了。这怎么了呢？这冬天到了怎么了呢？这么 emo 吗？都，咱们找一个稍微不那么 emo 的啊，调解一下。蛋总，不是，这个倒是不 emo，但是这也我这蛋总，这是一个道德沦丧而当事人还在迷茫之中的故事。我有2个男朋友。A 和 B， 但心里爱的却是另一个男人 C。你说今天的信都这么极端吗？跟男友谈了几年了啊，跟男友 A 谈了几年了，但我们一直不太亲密，经常是打卡式聊天，维持到现在我都觉得神奇。可能是因为他长得不错，家庭跟我门当户对，情绪稳定嘛。以前朋友开玩笑说，按我们这样相处模式，就算我再谈一个都可以，一语成谶呐。多年后我做到了。去年我认识个 C，B 呢？咋直接就是 C 了？去年我认识个 C， 他符合我对伴侣的一切想象，可以说是能提供情绪价值版本的 A。我们互相有好感，他主动撩我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于是我对他隐瞒了我有男朋友的事实，但是 C 一直说我们是好朋友，但又跟我像情侣一样相处。后来 C 坦白说他有一个异地的女朋友，门当户对吧，也算，你们也算是，所以我和他不能在一起。你俩也真的算是也是蛮配的啊，蛮合拍的。但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了 C， 并陷入了深深的内耗，奶皮子补货没货。于是我一边继续跟他保持这种奇怪的关系，一边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。这时我认识了 B， 并跟 B 谈起了恋爱。跟 B 在一起真的很快乐， B 对我真的很好，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家庭条件与我家相去甚远，长远的发展我家是不会同意的。你心里还有长远发展这件事？我的妈，我以为你是有今天没明天那个性格呢，姐们，你心里居然还有长远发展这个事儿。长远发展的话，我家是不会同意的。在跟 B 恋爱的过程中，我也没能完全放下 C， 一直在与 C 纠缠，特别是前段时间 C 结婚了，我又开始陷入深深的内耗。我觉得我玩脱了，一方面 A 开始向我逼婚，另一方面我又还喜欢 B， 但是我最爱的是 C， 心态很崩，而且总有分身乏术的时候。你也有分身乏术的时候吗？真难以想象，我以为你是。我该如何调整心态以及走出这些错误的关系呢？你真的想走出来吗？别骗我啊！你真想走出来能走出来，但是你真的想吗？这 C 都结婚了，这 C 结婚了，你是内耗了。A 开始逼婚了，你又喜欢上 B 了，最爱的还是 C 呀。该如何调整心态以及走出错误的关系，是吧？只能 D 了啊，只能 D 了啊。这仨你这一个就别考虑了，都分了吧，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我觉得他不想走出来了，我觉得他呢就是想跟 C 这么一直，反正本来也是这样的嘛，他本来也是知道这个 C 有女朋友，他就是跟这个 C 吧，本来他就接下来他可能还会这样，哎，然后这个 A 呢他就还是这样，然后这个 B 呢他还是这样，这个姐们吧，我估计你啊就会一直这样，我劝你呢，你也不会听，你也并不是真的想走出来。我觉得你挺高兴的，劝不动你了，真劝不动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那个长痛不如短痛，咱们直接跟 A， 咱们 A 不是逼婚嘛，咱们就结婚。咱们婚礼呢，给 B 和 C 一人发一个请帖 ，C 呢你邀请他们一对儿 ，B 呢你给他邀请一个人，都邀请来，然后你让 B、C 和 C 的老单独坐一桌。这个婚礼的台子不是这儿吗？啊，你把他们仨这桌安在台子上，你跟 A 一对新人向我们走来，然后中间有仨人 ，B、C 和 C 的老婆，仨人坐那都蒙圈了，说怎么坐这儿了？参加那么多婚礼，我们怎么上台了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突然跟他们说，哈哈，因为你们也是这场婚礼的一部分，好吗？咱们让这个整个场面荒诞起来，看看会怎么样？咱们交给命运的安排吧，我安排不了你了。但，当我失恋听了10000首歌，过渡到你的小卖部，这一年我真的有点迷茫。投个稿，1年听10000首歌，
我本该去结婚，5年的校园恋折了，因为钱，当然也因为我父母觉得他丑。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父母对对方颜值还要求这么高啊！这我确实有点没想到，有多丑，这对我说的有点心情有点不好。最近先是有个 A 男追我，他看中我的综合条件，加上着急结婚的年龄，但是坦诚少一些。周一到周五保持联系，一到周末就人消失无影无踪。我确实有点贪恋他的外貌以及综合条件，所以处理的不温不火。后来 B 男又来追我，经济条件出色，开超跑，内核也很稳定，内核像发动机一样稳定吗？也有精神共鸣，也很有诚意，也是该结婚的年龄，但是我不太喜欢他的外貌，又丑吧？你们一家3口对外貌要求是有多高？又难看吧？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他们都想让我去他们的城市，这种选择好意外啊！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明年就能结婚，想组建自己的家庭，但难以决定在29岁的年龄和谁谈，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是美貌、金钱、学识、家境、爱情、美貌。我现在对爱情的定义也很凌乱，你和小卖部的姐妹们能不能给我点建议？给不了啊，这个利益相关给不了。你看姐妹们给你啥建议？看看姐妹们给啥。我这利益相关啊，惊了，读着都不像真的了，感觉就是冲我来的，故意的吧？不像真的，像编的。这有时候读一个能感觉出来像编的，不太像真的，不太像真的啊，故意气我的。蛋总，你好，我现在好迷茫，一直都好迷茫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啥工作也不想干。在学校的时候尝试考研究生，学了1个月，相当抵触，反反复复很多次放弃了。之后在养猪场上了小1年的班，我专业是学养猪的，也很抵触。在猪圈里隔3差5就哭，太难受了，那肯定难受。咱哭为什么非得去猪圈里？不是咱们养猪这个工作，你哭你也可以在猪圈外面哭呀，那能不难受？那多味儿啊！那谁进去不想哭啊？我也想哭啊！我进去过，特别味儿。不是，哎呀，猪场都是封闭的，不让随便出去，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在猪圈里面呀，那不是有人活动的区域吗？厂区的大门我可以打开，可是因为规章制度我约束自己不能跑，受不了了辞职了，想着以后再也不干这个工作太痛苦了，之后开始找工作，只能找些没有门槛的，咨询过保姆啥的，啥意思？有养猪经验，现在要养人了啊，朋友，你这也挺妙的啊。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个面试你的人的感受啊？人家是招保姆的，你简历里说我有丰富的养猪经验，你觉得人家作何感想呢？朋友，你别这样啊！你这谁敢招啊？咨询过保姆啥的，他们要收我培训费，就没考虑这事儿了。再之后去学个刺绣，为啥学这个呢？这个没有压力，而且自由。学成之后通过考核可以留下来当绣娘。现在第1学期结束了，这不收学费吗？家政的毯子发了。这不对呀，姐们儿，不是你保姆收培训费你就不干了，这学绣娘不用交培训费吗？这又坚持完了，现在第1学期结束了，哎，新鲜劲儿又过了，又不想学了，现在准备找工作，想找个轻松自在的活，一边做着一边考研究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真的想考研究生吗？你问谁呢？不是呀，你就设问句啊，自己回答了，不是呀，我可能就在逃避就业，我到底在干嘛呀？我不知道，什么都没意思。打工这个事儿就让我难受，把我拴住了。它有规则，我拿那份薪水我就得听话，救命呀！我该干点啥呀？蛋呢？我也想出人头地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没有办法让祖坟冒青烟呢。我理不清这个思路，我想要啥？我能干嘛？要不回去养猪吧？我读下来觉得还是养猪靠谱啊，姐妹儿。咱们把这个刺绣和养猪结合起来，不是已经学了1学期吗？咱们看看能不能想一个边养猪边刺一些小猪刺绣这种啊，卖点小猪刺绣。咱们那个开个直播。就坐在猪圈旁边，别哭了，坐在猪圈旁边刺绣，行不行？然后后面就是猪，然后你就在那刺绣，然后卖这个刺绣，可能行啊。是我看着，是我刷到，我得看看眼，是我刷到，我必须看看眼。买不买另说，我必须看看眼。怎么样？咱们这个自媒体思路怎么样？你确实不知道该干啥，你就要不就先自媒体一会儿吧。关键你确实有过人之处啊，你又会刺绣又会养猪。像这样的复合型自媒体人才也不多见，这个自媒体人才大多数还是蛮单调的啊。像你这么有活的自媒体人才不多见，这也就唱个歌喊个麦打个 PK。你看你又能刺绣又能养猪，这小直播不播一下好吧？一边刺绣一边养猪，卖刺绣也卖猪肉，行不行？你是你们这个养猪场，你去养猪场，你不说你不是养猪，你去养猪场，你说我要来应聘一个新媒体部门，然后养猪场说我们没有新媒体部门。小姑娘，你糊涂了呀！你不刚从我们这儿走吗？哪有新媒体部门？你说我1学期刺绣学成归来。
就是来咱们养猪场成立新媒体部门的，行不行？也许能行啊，有没有可能能行啊？我咋感觉应该可能能行呢？我的天呐，别考研了，别考研了，你也不想考啊？你这种状态你也考不上，你就看看能不能把手里会点这些东西能不能变成钱吧，想办法随便干点啥吧先。无论如何先干起来吧。自媒体，我跟你说，自媒体是因为自媒体成本低，就可以直接先干起来，干着干着可能能找到自己想干的事儿，好吧？哎，刚这姐们太可爱了。哎，我刚说的可能有点你觉得我开玩笑，但我还不全是开玩笑，而且你也别太焦虑。大部分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这样，没啥。我觉得你不错吧，在这么焦虑的情况下，又去真的去实践了养猪，还上了1年的班，完了又学了刺绣。我觉得你就算挺有生命力、挺顽强的人啊，再折腾折腾吧，别考研啊。我觉得你能行，你已经比大部分人强不少。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里躺床上痛苦，说啊，我这也不想干，那也不想干啊，我到底要干嘛呀？很多人是这样的。你都知道出门真的去养猪，真的去行动了，你已经很不错了啊！鼓励你，加油，继续冲，真的已经不错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刚跟他那逗着玩，但我觉得这小姑娘虽然一边痛苦吧，但一边已经真的很不错了。坚持，别放弃，别考研。但我是一名27岁的女生，从本科开始出国读书，目前是博士毕业前夕，大概率接下来会在海外找工作、生活。看似一切按部就班，我却时常感受到生活动力与活力的缺失。本科过得浑浑噩噩，选专业时感兴趣美术，但家里阻拦。读个理工科，本硕就只是完成学业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读博期间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，科研，算是找到了第2件喜欢的事儿，完成的不错，也从中得到了快乐，状态有了好转，这不挺好吗？但我逐渐发现，一旦涉及到对自己的未来计划打算，比如找工作、写简历、向别人推荐自己、向别人介绍自己做过的工作，我便动力全无。对于交给我的工作，责任感可以使我完成得很好，但一旦一件事只关于我自己，我完全找不到开始的动力。我对未来也没有期望，想想甚至觉得几十年很漫长。而且我通过观察自己发现，一旦我需要展示自己，需要增强自己的存在感时，我就会感到痛苦。太典型了，你这个真是极端典型，真的这个存在焦虑，你是这太典型了。你都说出来，我似乎在抗拒自身的存在。其实近10年里，我时常感受到莫名其妙的痛苦与无助。只有做感兴趣的事使我沉浸忘我，我才感到安全与快乐。对于原因，我有一点点猜测。成年前，父母对我时而忽视，时而控制、压抑，不被尊重，不被看见。只有看书是我的避难所。到了现在，我2、3年回家一次，其实他们并不能实际控制我，只是没想到一些影响融入了我的人格。我习惯了被忽视，所以别人的关注使我不安。习惯了我的意见不重要，所以不再表达。我变成了一个消极对待自己的人。我知道要动起来才有转机。世界上有很多值得体验的事儿，可动力的恢复如此艰难。人际关系上，我也几乎无法建立亲密关系。虽然做感兴趣的事情可以给我快乐，但总觉得心无所系，好像是个虚无缥缈的问题，但确实长期影响我的生活。希望得到你的建议，祝你生活愉快。你这不是虚无缥缈的问题啊，你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你面对了真正的问题，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焦虑，太典型了，这都可以上案例了。这写书举例说存在主义焦虑是什么玩意儿，说现代人的存在焦虑是什么，这就是你啊，太典型了，太典型了。这个就是现代病啊，很多人这自由的重负，不知道自己想干嘛，被自由的义务压垮了，这很典型，非常典型，非常典型。找不到自己要干嘛，否定自己作为一个人，对，否定自己作为存在的意义，没有动力，不踹不走。希望最好每一步的人生都有人规划，每一步都有人告诉自己，我能干嘛，我要干嘛，我能干什么，我要干什么。这几十年最好都有人给我，不要给我自由，我承受不了自由。但是真的把他的自由剥夺掉，又觉得我需要自由，我渴望自由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很典型。就对自己负责任也很累，也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生活能量很低，生命能量很低，是不是无解了啊？有解啊。这个看个具体情况，有的人呢要看看书，了解一下自己问题出在哪了。但是这个朋友呢，一看从他的遣词造句就能看出来，书已然读的过多了，不能再看书了。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朋友，就刚刚给我来信的这个朋友，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去贷款买个房子，你不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吗？你就希望有人告诉你该干嘛吗？是吧？你贷款买个房子，银行会告诉你的。该赚钱了，你自己的自由的重负，你自由的责任就转移给银行了，转移给你的债主了。他天天催你，这个月又该还款了。好，知道了。
我现在去赚钱，需要一个这个贷款买个房子就好。每个人解法不一样啊，你们别乱学啊，这每个人解法不一样，他是这么解，你不一定是这么解。我认真的，我非常认真，我极端认真，我非常认真，就是给自己找个压力，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压力，找一个人催着自己干点啥，就这种事儿。奶皮子直接吃就行，泡奶茶直接吃，配点葡萄酒，在我们这儿随便买点葡萄酒配着就行。有房子了怎么办？换个大的，噪音是你们这个发热，后面有一个降温的小电扇，生个孩子可不行啊，这纯属于害人了。这种情况下别生孩子，这种情况下不要生孩子，买个房子真可以。觉得买个房子还解决不了，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啊。刚刚这个姐妹，动力恢复非常艰难，无法建立亲密关系，就是别人的关注使她不安，习惯了自己的意见不重要，等等等等吧。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体验的事儿，但是没有动力。第一，贷款买个房子。第二，自己不要住，租出去，不要交给中介，但是一定要认识你的房客，常年跟你的房客打交道，租出去。现在买房子行啊，现在贷款利率什么都降低了，买房子嘛。做义工，他还没到那个阶段，还年轻，做义工容易更虚无。做义工经常接触一些那个生活特别惨的人，他容易更有焦虑啊。你说这做义工啊，救助小动物，他本身就虚无，本身对这个世界就处于一个半失望状态，他现在要做一些就是跟钱打交道，他再去做义工，再去牺牲自己是不行的，全完了，本来自己存在感就低了。李毅说，跟我一起工作也会有这种奇效，也不招人，我自己听。等李毅哪天那个什么了吧，李毅嫌我烦了的话，可以再招一个朋友。创业不行，贷款买个房子，我听下来，按照他的状态呢，不会给生活压力，但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！真是给生活压力太大，太崩溃了，他不行。我特别理解，我就不展开说了，我就展开说又半天，刚刚就叨叨半天，又叨叨半天。哎，就是特别典型，就是贷款给自己买个房子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展开说说，哎呀，他就是存在焦虑，但每个人不一样，比较虚无吧，不知道自己的意义在哪儿，呀，要干什么，让他从本心出发，也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慢慢寻找这个意义的过程，确实对很多人来说是漫长痛苦无法忍耐的，就是要借助一些外力，然后读书多吧，读书多甚至会寻求一些心理帮助的情况下呢，你可能会得到一些特别虚无缥缈的答案，说让你看开一点啊，让你不知道，就是每个人不一样，反正他这种情况我就建议，还就是思虑过多，活得比较虚无缥缈的人就活得扎实一点，具体一点，就是买个房子，我真的很有可能在他看房子的过程中就治愈了。都不用下手买，就挑房子，挑个100多栋房子，挑着就发现这个世界怎么，哎呦啊，这就叫微水泥啊！这实木地板，哎呦，大理石是这样的呀。哦，家里种树的话，哦，这个树哦，甲醛，哦，是这样。哎呦，这定制这柜子这么贵，一下就好，就是要具体一点，就是把生活过具体一点啊。我再给你们找念点信，看看有没有好玩一点的。别好玩一点，这都别人的人生，说好玩有点不礼貌了，轻松一点的吧。就是，确实今天读的都有点沉重，读点轻松一点的，不是说好玩一点。